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王。今天我们来上手评测一下一款只要200多块钱的700瓦 AT Plus 银牌5年保修的电脑电源，游戏悍将 SP750。这一次做这个视频有2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这款电源看上去性价比确实特别的高，我买的时候还是京东首发活动，只要200块就能入手后面也经常打折到250块左右，就算不打折通常价289也还是性价比挺高的样子，我觉得值得来看一看。第2个原因呢，就是我的全新的刑具套装中，仪器的部分基本定下来了更换这些设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搭建电脑控制的全自动电源评测平台。从测电源时要用到的这一堆设备的按钮数量也能看出来，手工测量电源的数据是非常耗时的事情，还很容易按错键或者是算错，让电脑来帮忙控制这些东西和自动计算参数等等，就可以大幅的提高效率和准确度。虽然目前最关键的电脑控制相关的软硬件还在开发中不过仪器的挑选和基本的调试部分已经完成了为了满足和电脑通讯的需要，以及多增加几项英特尔 ATX 电源标准里面要求的测试项目我更换以及增加了一些设备。大家都知道功能越多的东西用起来就越麻烦很多细节要调，再加上布线什么的简直就是个大工程。总之，经过长久的折腾，目前基础架构已经搭好了可以进行手动模式的电源评测了整一套设备的详细介绍后面应该会单独出一个视频。这次我们先拿这个超高性价比的电源开个刀试试手互相验证一下。那么就回到电源，首先从包装开始看游戏悍将 SP750 的包装整体采用了大红色底加银色文字上一次见到这么红的包装，那还得是上一次。盒子正面用大字写了 SP750 这个型号，然后上面写的就是 AT Plus 全电压银牌认证左边有个银牌的标签，没啥问题。但是 SP750 下面又写了银牌 and 超级铜牌，那到底是铜牌还是银牌呢为什么已经是银牌了还要宣传自己是超级铜牌呢？正面右边是一些功能特性的介绍，都挺正常的。然后包装的其中一条长的面上写着 eSports Power 电竞电源，下面是质量相关的特性，其中有写3年换新，加上京东的5年保修，这个价位的电源来说感觉还不错标称的保护也挺齐全的，但没有说这些保护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的。剩下的几个面就是型号以及一些常规的标注除了有一个标签上又把型号写成了超级铜牌括号银牌之外都挺常规的，所以我们就来开箱把本体掏出来看看。搞起来，好久没有开过这么喜庆的包装了。Silver AT Plus Silver DC 游戏悍将这个质感一下子就上来了，一个电饭锅现在还要这样包装的吗？为什么外面一层里面又一层盒子呢？手感上感觉这个用料应该不错简单的一本没人看的说明书没有了。刚刚才注意到他送的这个螺丝还是手拧的，这个真的要好评。SP750 它是一个非模组的电源当然这个价格它要是全模组我反而会比较害怕。接口方面给了4个显卡8拼加2个 CPU 8拼，每根线2个接口，这个瓦数来说是非常合理的搭配。就是硬盘相关的线只有2根，感觉有点少不过现在电脑逐步转向 NVMe 盘了，机械盘什么的开始少了一点所以大概还行吧。解开线材之后，我再电了一下发现本体的坠手感其实也不是那么强。我称了一下，比别的品牌的600瓦电源都要轻一点希望性能表现没问题吧。本体的外观设计倒是还过得去，风扇网孔、配色等等看着都还挺舒服的。SP750 长度达到了16.5公分不是 ATX 电源的基础标准长度小迹象要注意一下。侧面可以看到制造商为惠德丰广州科技之前游戏悍将的品牌是香港惠德丰持有的但是我去查的时候这一家香港公司已经解散了，中间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但商标我确认过，确实是属于现在这家公司的老板的。不过从 CQC 的网站可以查到，惠德丰还不是实际生产厂负责代工这一款电源的是以蓝实业，也就是首席玩家的公司记得游戏悍将的红警 RPO 系列之前就是以蓝代工现在代工个银牌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之前也查过，以蓝有给靠谱的牌子代工过一些出口海外的型号，技术是有的关键还是看惠德丰下的是什么样的订单。最后是明牌因为是单路正12伏加 DC-DC， 所以正12伏线路的输出功率可以达到满的750瓦，还挺好的。
唯一问题就是几个支路都比3C 证书附件中的多标了一点点啊，真的就一点点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还有风险啊，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大概是不小心搞错了。外观看完，赶紧用新型具给它测起来，来看一看实际的性能表现啊。这次我们暂时不会引入新的测试项目，但会把之前测的东西稍微弄仔细一点。首先还是电压稳定性啊，这一次我把12伏不同输出线路的数据给分开了啊，12伏1是主板24拼中的12伏供电，12伏2是 CPU 供电，12伏3和12伏4是显卡啊，这样算出来的实际负载的功率就更精确了啊，也排除了一部分线损，也就是说转换率这个测试项目的要求变高了，线材越差影响越大，我估算了一下，转换率可能会有0.5%左右的影响。当然也算是比较微小的啊，甚至都可以算到误差里面了。回到我们这次的电源，因为是单路正12伏加 DC-DC， 我测试了的各种负载状态下，每一个线路的电压都在英特尔标准的范围内啊。这个价位的电源，我们不会要求它特别的精确啊，它电压偏离最多只有3%左右，我觉得还是挺不错了。但是750瓦满载测试时，不管支路有没有加负载，我都观察到了连续掉压的情况。从之前测试的电源的经验可以知道，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明电源的工作状态已经不是特别的稳定了啊。因为旁边的设备都挺贵的啊，我也没有无理由毁坏东西的爱好，就不继续考了。毕竟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节俭，我们姑且认为它能扛得住吧。至少等我做好防爆措施之后再考吧。另外80%负载时也能观察到一点点的掉压的迹象，不过速度非常慢，有可能是线材被加热之后线阻上升了啥的。然后这一次我也想着比平常再多测一点点啊，就尝试给支路加到名牌上标注的最大的20安啊。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不测的，因为现实中很难用上啊。结果打开负载不到1分钟，我还没来得及抄数据啊，就跳保护断电了。这都还不是超载测试呢，我甚至正12伏主线路都只加了一半不到这样啊。单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名牌的标注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靠谱啊。过来是文波和噪声，这个项目中 SP750 虽然比不上高端电源，但是都在英特尔标准的合格范围内，这个价位来说我觉得 OK 了。其他5伏待机、负12伏这些后续有计划加入测试，但要等到新制具开发完成。第3个项目是转换率，这个问题就有一点大了。这款电源的 AT Plus 认证没有230伏后缀，而且是全伏的，也不是工业或者冗余电源啊，所以我在115伏60赫兹输入下对它进行了测试，结果就是100%负载时，距离 AT Plus 同排的要求还有一点距离啊，就算把线损和误差都算上，让它勉强达到82%的转换率，那也还是没有达到银牌的要求。我也是在纠结这一点的时候，才发现它满载会持续掉压的问题。当然，保险起见，我也测试了同一个电源在230伏50赫兹，也就是大陆日常用电标准下的表现。电源在230伏下转换率会高一点但问题是230伏的 AT Plus 的标准也跟着提高了所以它也还是没有达到银牌的要求。我有拿其他电源以及之前测试过的成绩进行过对比验证新型具的误差真的没有那么大了。最后是保持时间要求较高的满负载测试和要求较低的75%负载测试都做了简单来说就是我测试的这个样品没有合格顺带提，我后来发现 SSI 那个标准其实也是 Intel 主导建立的，只不过是面向服务器。SP750 这款电源主要是正12伏线路达不到要求差的还挺多的，5伏和3.3伏的保持时间倒还好，在75%负载下甚至高出标准不少。另外，最近购入的 Chroma 6304电子负载其实已经具备了测试动态响应项目的能力也就是可以测试电源能不能带动功耗波动较大的 CPU 和显卡但是英特尔 ATX 电源标准里面的相关测试要求写得不清不楚的我们也在研究具体应该采取哪一种测法怎么样才能更加贴近实际的使用场景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先自动化起来可以一天测它5到10个电源这样。虽然看完测试数据也大概能知道这个产品的表现了但是买都买回来了，还是要拆开来看一下的。打开之后，我第一印象就是这个 PCB 特别的小巧不知道外壳为什么要做这么宽大。听大佬的说法是使用公模外壳会更节省成本从底部的绝缘垫也能看到 PCB 是没有满的。风扇被贴了一个游戏悍将的标签不过旁边露出了原标签的一些图案，刚好我以前在别的电源里面见过相同的也算是个正经牌子吧。对于风扇我还是之前的看法反正保5年回来再说。
SP750看下来是双管正极加肖特基整流，5伏和3.3伏线路是 DC-DC 啊。实话说，这个结构要达到银牌转换率不是不行，只是在我业余水平认知中会有那么一点困难。主电容第一眼看到配色的时候，还以为是日化啊，结果是 Acer X 啊，不过是105度的。这个价位的电源来说，品种上可以接受啊，就是容量相对于750瓦来说少了点啊，这大概就是保持时间测下来表现不太好的原因吧。二次侧的电解电容也都是 Acer X 的啊，毕竟厂家也没有宣传什么系的，还提供5年保修，这里是可以接受的。芯片和管子的话，保护芯片是常规方案啊，算是比较知名的品牌。主动 PFC 的 MOS 管我也认出来是龙腾半导体的，其他的真的不好意思，我基本不认识，简单搜了一下，也没找到具体是什么品牌的，大概是我比较孤陋寡闻吧啊，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评论一下。从 PCB 的反面可以看到 SP750 全是插件元件，没有贴片的，可能是我没看到吧。二日侧输出端也有做堆析来加强导电性能，整体算是工艺上比较简单，但也挺靠谱，焊好了就没啥问题的一种方案。通过前面的测试和拆解，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游戏悍将 SP750 这款电源和我最初的预期不太一致啊，所以按照上次的做法啊，为了避免运气不好，我又重新买了一个。这一次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测试了115伏60赫兹下的成绩，和之前的成绩可以说是大差不差的啊，数值上有一些偏差，但上一支及格的啊，这一支都及格了，上一支不及格的这支也没及格。115伏下的转换率比上一支略高了0.5%啊，强了一点点，但还是没有改变整体的情况。然后这一次满载变成电压慢慢的持续上涨了，还是姑且认为满载下它能长时间工作吧。而直路20安的测试保护该跳还是要跳的啊，至少说明安全性还是做得不错的嘛。接下来还是拆解啊，拆开第二个之后，我发现有那么一些东西不一样了啊。这两只我是间隔了1个月左右买的，都是京东自营下了单。主电容的品牌从 Acer X 变成了诚芯，但参数是没变的，诚芯的品质也还可以。二次侧电容从 Acer X 变成了航控啊，这个我真的不是特别熟。保护芯片换了一个品牌，变成了奇高电子的，但保护的阈值设置还是一样的啊。其他的芯片和管子基本没变。输入端少了一个插电容啊，先说明不是我抠掉的。EMC 中关于无线干扰的测试，我这里没有条件做，它有3C 认证，应该就是没问题的吧。甚至就连 PCB 好像也长得不太一样。我也确认过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这两只电源的外壳上面写的确实是同一个型号。OK， 又到了总结时间了啊。总的来说呢，如果你真的需要一款750瓦的电源，那么说明你可能是用到了3070等级甚至更高的显卡啊，那么你的整台电脑主机基本已经是过万元的了啊，那么你完全可以在电源上面多加几百块钱啊，购买参数指标更好、出厂产品更统一均衡啊、保修时间更长的产品。如果你是从省电的角度出发的话，300元左右啊，已经可以买到 AT Plus 金牌甚至白金的产品了啊，选择还挺多的。那如果你是觉得啊，京东自营5年保修是不错的条件的话啊，200多元这个价位好像是少一点，但去到原价的300元左右呢，就又开始多起来了啊，这个就看你个人考虑了。最后就是新的这套型具越来越潮了啊，特别是那台举水的线性电源啊，现在跑测试我都要戴上降噪耳机来进行啊，希望可以早日实现自动化，人不用贴着设备操作吧？是不是以为我要抢防不胜防呢？啊，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啊！喜欢专辑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次见，拜拜。